这里是中国的第一座官办寺院，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如今更是汇聚了多个国家的寺院建筑，被称为世界佛教的传播中心。里面不仅有佛祖舍利，42章经也是在这里翻译的。寺院里有价值连城的家铸工艺佛像，有中国最早的佛塔。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参观完了金龙寺，我就驾车前往白马寺，距离5.3公里，需要10分钟。在去白马寺的途中还经过了汉魏洛阳城的遗址公园，也过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金村的旁边，刚刚在这里路过差一点没看到。这个遗址公园呢，现在就基本上只剩下这些低矮的城墙了。这是宫城的南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城墙呢，也都是用夯土一层一层夯实的。这个城墙呢也是非常厚你看，在这一边呢，起码都有10来米厚了。这里面除了城墙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在寺庙的前方还真的是摆放着2匹石马，但是这个石马却跟白马寺没有太大的关系。看一下这座石马的尺寸跟真马差不多了。这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女婿，名字叫做魏贤信。2匹石马就是他目前的10相生了。那为什么会摆放在这里呢？在1935年白马寺的方丈名字叫德浩，他在白马寺的附近田地里发现了这2座石马。原来这个魏贤信的墓就在白马寺的边上，他的墓早就被盗墓贼给清空了。德浩方丈呢，就把这2匹石马放在白马寺的前面，也算是让他们有了一个归宿了。怎么说呢？放在这里也倒是挺应景的。那么说回这座白马寺它的始建年代呢是东汉永平11年，也就是公元68年，比唐僧取经的时候还要早560多年。传说公元56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身高6尺、跟姚明差不多高的金黄色巨人跟他谈天说地，2个人的三观特别契合。第二天就叫来了一群大臣一起来解梦。有一位叫傅毅的大臣他比较博学多才嘛，就说道：你说的那个浑身金黄色的人很可能就是天竺那边一个叫佛的人了。汉明帝听了之后呢，就说要把这位佛给请过来。傅毅大臣说那个叫佛的人早就去世了，但是他写了一些东西留了下来，叫做佛经。于是汉明帝就派出了以蔡英为首的一行10来个人去天竺取经。可是没想到走到今天新疆那个地方在一个旅馆里就碰到了2位从天竺而来要到中国传法的高僧，所以就顺道把他们给带了回来。这2位高僧最后也是留在白马寺，一直到他们圆寂。他们分别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之所以叫白马寺，就是因为当时是有一匹白马把经书给驮了回来。今天来到白马寺有6个地方要看，有其中一个地方呢，竟然是在白马寺的外面就是齐云塔。往这个方向走，这里虽然说是一座塔，但是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单独的寺院，而且呢是整个河南地区最大的一座比丘尼道场。看一下这上面的牌子，中原第一比丘尼道场。穿过了弯弯曲曲的小道，就来到了齐云塔了。齐云塔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古塔，也叫做释迦舍利塔，它的高度约25米。齐云塔是始建于公元69年，比白马寺只晚了1年时间，是由汉明帝修建的，是中国第一座佛塔，有接近2000年的历史。它最初是一座9层的木塔，可惜后来塔被雷电给击倒了。到了金代，也就是公元1175年，又重新修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13层高的砖塔，就是金代的原物了。
现在就到白马寺的第2个打卡点。进来大门之后啊，就往右转。这边呢是有一个圆形的拱门。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摄摩腾还有竺法兰他们师兄俩的墓葬了。右边的这一座啊是摄摩腾的墓葬，墓冢的直径呢是有8米。这里还有摄摩腾的雕像呢，一位印度人，摄摩腾祖师，也就是他们师兄俩啊，翻译了咱们中国第一部佛经42章经。那除了42章经以外呢，他们师兄俩啊还翻译了很多部经文，所以说他们呢也是咱们中国古代翻译佛经的初祖。从这里走过去，正对面啊就是摄摩腾的师弟竺法兰的墓葬。这座墓冢的规格啊是一样的，在这里呢也有竺法兰的雕像。竺法兰祖师。这座天王殿呢，就是白马寺第3个要打卡的点了。这座建筑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的文物呢却非常的珍贵。大家看一下天王殿里面正中放着的弥勒佛像，是不是跟我们上次在龙门石窟看到的弥勒佛像很不一样呢？龙门石窟的弥勒佛像啊，身材是很均匀的，而这里面的弥勒佛像呢是一个大肚子佛。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因为龙门石窟的佛像啊，大多都是在北魏到唐代开凿的，而到了后来的5代十国时期，有一位叫弃子的和尚，他体态肥胖，经常拿着一个布袋游方化缘，人称布袋和尚。当时就有一个传说，弃子和尚啊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后来的弥勒佛像啊就是以他的形象为标准了。所以说那些对佛像有研究的人啊，一看就知道这尊弥勒佛像啊肯定不是唐代以前的。那么这尊佛像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看点，它不是铜的，不是木的，也不是泥塑的，它是采用加铸工艺做的。这个加铸工艺啊，已经失传了，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翻模工艺了。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先用泥巴做成一个泥胎，然后再用苎麻和专用的漆在上面贴一层，等干了之后再贴一层，如此反复6到10次。等干透了之后呢，再把里面的泥给掏出来，然后在上面呢施以彩绘，一尊加铸佛像就做好了。这样做出来的佛像啊，有一个优点，就是很轻，方便搬运，因此也叫做行佛。在这个天王殿里啊，不仅要看这尊弥勒佛像，这个佛龛啊，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一下。这是清朝的时候用香樟木雕刻的极品，其中九龙翻飞，祥云盘绕，真是美轮美奂。这第4个要打卡的点呢，也是在大门进来之后的左手边呢，就是这块断文碑了。并不是说这块碑啊断了，而是因为上面的文字啊是一段一段刻上去的。但是非常可惜啊，这上面呢已经看不到任何文字了。从天王殿过来之后呢，这边呢就是大佛殿，这里呢也是我们第5个要打卡的点了。为什么叫做大佛殿呢？是因为里面供奉着一尊至高无上的大佛释迦牟尼佛。那这里面呢，最值得看的就是它全是明朝时候的原物，是用泥塑的佛像。在它的边上啊，还分别有释迦牟尼的2位胁侍，一位是文殊菩萨，一位是普贤菩萨，他们合称在一起啊，就是释迦三圣。这第6个要打卡的地方啊，就是大雄殿了。这里面呢是有白马寺的镇寺之宝，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些佛像。那是在1973年呢，由国务院批准和天王殿的弥勒佛以及清代的佛龛呢一起从故宫请来的。珍贵的是这些佛像啊，都是失传了的加铸工艺制作的，成套的加铸工艺佛像啊，全世界仅此一套，中国只有25尊，1件在北京，24件在白马寺，堪称国宝级别的文物。看完了佛像，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巨大的佛龛。这是贴金木雕，非常精致。上层的龛额啊，正中间的浮雕是大鹏展翅，鸟吻人身，两边各浮雕3条神龙，威武庄严。从大雄殿过来之后啊，这后面就是清凉台了，这是我们第7个要打卡的点。
这是一座十分古朴典雅的建筑，建筑最底层的地基啊，竟然是东汉时期的原物。那么中间这一部分墙体呢，则是宋元时期啊重新加固的。最上面带窗子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民国时期重修的。一座白马寺，历朝历代都在对它进行修缮和保护。据说汉明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啊，就是在这座建筑里面读书的。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读书的地方啊捐出来修了这座白马寺。在这座建筑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师啊是长什么样。这一位就是摄摩腾，他是师兄；这一位是竺法兰，他是师弟。他们两位大师啊，就是在这里翻译出了中国第一本佛经《42章经》。这个42章经呢，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呢，被描述成了藏宝密码。所谓的42章经，就是42段短文，虽然文字很简短，却饱含普度众生的终极智慧。在我们的正中间呢，是看到一块牌匾，写着"师窟"2个字。这里面供奉的就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像毗卢遮那，俗称大日如来佛，也就是佛祖的精神所在。按理来说不应该被我们的肉眼所看到，但是这样的话又不符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进行膜拜的这种需要，所以就人为的给他做了一尊像出来。从清凉台下来之后啊，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些建筑也是值得过来看一下，分别是印度、泰国、缅甸在80年代、90年代分3次向我们中国捐建的3座异域风情的寺院。这里啊有2头大象，一看呢就知道是泰国风格的寺院了。这是泰国寺院当中唯一一栋啊可以进入到建筑里面参观的建筑了，充满异域风情的佛像。前面这个建筑啊看起来不像蛇，也不像龙，而且上方呢还坐着一尊佛像。现在进入这里面来看一下。这里面呢看起来金碧辉煌啊，这是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吴登盛捐的，像是玉石雕刻的佛像。这一栋就是印度风格的寺院，也进来看一下吧。前面的2尊雕像挺有意思啊，是一栋圆顶建筑。